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会演示把 Ubuntu 安装在电脑的 SSD，因为相比较起把 Olama 和 Album Studio 安装在 Windows 的环境下，比起直接安装在 Ubuntu 可以获得大概28%的效能提升。今天安装的 Ubuntu 会是在另一个独立的 SSD，是因为安装好 Ubuntu 后，Ubuntu 的 Group GRUB 会取代 Windows 的 Boot Manager，所以在正式安装 Ubuntu 前，我会把有安装 Windows 的 SSD 给移除。如果你们不想这么麻烦，要把 Ubuntu 和 Windows 安装在同一个 SSD，你们可以去搜寻其他 YouTuber 的 Windows 和 Ubuntu 的 Dual Boot 的教学。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然后输入这个名字 Rufus，第一个就是它的网站，我们点击进去，把网页拉下来。这里，除非你电脑是32B 的 Windows， 你才需要点击这一个 X86， 不然的话，我们都是选择第一个下载点，我们点击下载完成后，我们来打开这个软件。现在我们来插入 Pen Drive。这个 Pen Drive 的容量建议是 16GB 或以上。好，它已经侦测到我们的 Pen Drive。这里我们点击 Select， 然后选取我们之前已经下载好的 Ubuntu 的 ISO 镜像。在里外这里，它会显示你的电脑现在正在连接的 Pen Drive。如果你有多余的 Pen Drive 正在插在电脑上，是建议把那一些 Pen Drive 给移除，只留下一个要装载 Ubuntu 安装档的 Pen Drive。接下来是这一个 Partition Scheme 分区选项，除非你的电脑是非常的老旧，不然的话，我们都一律选择 GPT。接下来是这一个 Pen Drive 的名字，你们可以放置默认，或者是可以更改你们喜欢的名字。下面的 File System 我们放置默认，因为我们也没其他的选项。接着我们按 Start， 这里我们保持默认，然后按 OK， 再按一次 OK， 它就会正式开始。这会需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候。好，Ubuntu 的安装档已经完成，现在我们要准备关机。这个装有 Ubuntu 安装档的 Pen Drive 我们不需要拔出来，然后我们要把装有 Windows 的 SSD 给移除，然后放入一个空的 SSD， 要来安装这一个 Ubuntu。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电脑的 BIOS。如果是 DIY 的电脑，通常是按 Delete 键就可以进入 BIOS。如果是品牌机的话，通常是 Escape F1、F2 或者是 F10。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电脑现在只剩下这个 Samsung SSD 870 500GB 而已。如果你还有安装 NVMe 的 SSD 的话，要确保等一下你在安装 Ubuntu 的时候不要选错硬盘。如果你的 SSD 是空的，它会直接从 Pen Drive 运行 Ubuntu， 或者你可以按着你键盘上的 F12 让它弹出这一个 Boot Menu Selection。现在我们选择这个唯一的 Pen Drive， 然后 Enter，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行 Try or Install Ubuntu。我们现在进入到了这个安装页面，这里和我们之前在 VMware Workstation 那里的安装一模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解说。如果你不清楚如何安装，你可以参考回上一集影片。这里的安装过程会直接加速到安装完毕为止。
Ubuntu 已经安装完毕，我们现在要关机，把刚才装有 Windows 的 SSD 重新装回电脑，然后我们重启，看电脑能不能成功运行 Windows 或者是 Ubuntu。好，现在我已经把装有 Windows 的 SSD 装回电脑，现在它的默认是 Ubuntu，然后我们现在重启电脑，然后按 Delete 键进入 BIOS。进来 BIOS 后，我们过来这里查看，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显示刚才我们安装的 Ubuntu 和之前有装有 Windows 的 Boot Manager。我们接下来对 Ubuntu 还有许多的软件和设置需要进行，所以现在我们保持默认。当 Ubuntu 的设置完成后，我们才进来这里把 Windows Boot Manager 更改为第一优先。现在打开我的网站，当我们第一次安装好 Ubuntu 之后，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升级这一个 Ubuntu。我们先把这个命令先 copy 起来，然后打开我们的 Terminal， 把这一段命令给粘贴下去，然后 Enter， 然后输入我们的密码。接下来我们来安装 NVIDIA 的 Driver 和 CUDA。在这里，如果你在安装 Ubuntu 的时候，你并没有一并安装 NVIDIA 的 Driver， 来这里你可以选择自动安装 NVIDIA 最新的 Driver。如果你不想要 Ubuntu 自动安装最新的 Driver， 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安装你想要的 Driver 和 CUDA 的版本。我在安装 Ubuntu 的时候已经选择自动安装 NVIDIA 最新的 Driver 和 CUDA 的版本。让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的版本是什么。好，现在我的最新的版本是595，然后我的 CUDA 版本是 13.2。接下来我们要安装这个 CUDA Toolkit， 我们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粘贴在我们的 Terminal。不懂什么原因，现在我们没办法下载这一个 CUDA Toolkit 13.2，所以我们把它降级为 CUDA Toolkit 减13，然后它就可以成功下载。这一个安装包大概有8个 GB 左右，所以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当它完成下载和安装过程后，我们需要重启电脑。现在我们的电脑已经重启完成，接着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文件夹，因为我要确保刚才我们下载的 CUDA Toolkit 它安装在什么位置。现在我们打开 Home， 然后输入这一个位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CUDA 13，这是刚才我们下载和安装 CUDA Toolkit 13的位置。现在回来我的网站，我们要 copy 这一段命令，因为我们接着要设置这一个 NVIDIA 的环境变量。现在打开这一个 Terminal， 然后粘贴这一段命令。还记得刚才我们检查我们的 CUDA 的路径，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改。我们把这一个.2给移除，然后 Enter。接着回来我的网站，再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在 Terminal 这里粘贴，然后 Enter， 让它立刻生效。现在我们需要再一次重启我们的电脑。好，我们的电脑已经重启完成。我们现在回来我的网站，这里我们需要逐一检查我们刚才的环境变量的设置有没有成功。我们先 copy 第一行，然后打开 Terminal， 我粘贴这一段命令。现在它已经成功的辨识到这一个 CUDA 13.1。接着我们再来检查这一个 CUDA 的路径，它也成功的辨识到我们的路径。最后，这是 NVIDIA 的 SMI
好，全部已经成功设置完成。到此 NVIDIA 的 driver 和 CUDA 已经设置完毕。接着我们需要安装另外一款软件，叫做 NVTop。这是一款类似 MSI Afterburner 监控显卡的工具。所以现在我们再次回来我的网站，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然后回来这一个 terminal 来进行安装。看来 Ubuntu 找不到 NVTop 的安装包。现在我们输入这一段命令，来让 Ubuntu 知道如何获得这一个 NVTop 的安装包。我们回来 terminal 这里，然后我们按 Enter。接着我们要 update 这一个 apt 的命令。最后我们才来安装这个 NVTop。好，现在这个 NVTop 已经成功安装。现在让我们来运行这一个 NVTop， 看它能不能成功监控我们的显卡。好，这个 NVTop 已经成功辨识到我的2张显卡都是 RTX 5060，这里会显示它们的显卡的速度，还有显存的速度。这里全部的资讯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个 NVTop 我们只是拿来做监控而已，所以它的设置我们保持默认就好。接下来我要进行限制显卡功耗的设置。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显卡受到任何功耗的限制，那你可以跳过这一步。现在回来我的网站，这个是我们将会限制显卡功耗的命令。这个150就是我们将要限制我们显卡的功耗。如果你需要它的功耗更低，那你可以把这个数目更改为你需要的功耗。现在我要设置每次 Ubuntu 开机的时候，它都会自动把显卡的功耗限制在150瓦，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然后回来这里，我们新开一个 terminal， 然后把刚才那段命令删帖。现在它已经创建新的文件，我们下来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回来这里把刚才那一段命令给 copy， 然后按 Ctrl O Enter， 然后再按 Ctrl X 关闭。接着回来我的网页，我们继续输入这一行命令。我们需要它 Ubuntu 开机的时候会自动运行这一个服务，然后回来 terminal。好，已经成功创建这一个命令。现在我们再次重启电脑，然后再打开这个 NVTop， 再看一看我的显卡功耗会不会被限制在最高150瓦。至于为何我们要限制这个显卡的功耗，因为对于某些显卡来说，当它的功耗过高的时候，它的核心温度也会跟着飙高。一旦它超过特定的温度的时候，显卡就会停止运作，而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所以限制显卡的功耗可以让你的显卡更稳定的长时间工作，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的机箱里面。下一集我将会演示安装 Llama.cpp 在 Ubuntu 上面。这是一款比较轻量和高效运行本地 AI 的软件，而 Llama 和 Element Studio 也是基于这一个 Llama.cpp 而发展出来的。
如果你在安装 Ubuntu 和 NVIDIA 的软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会尽快的答复你。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请记得 Like、Share 和 Subscribe，谢谢。